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这2天的时间，我都在看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文章的作者是周小川，中国金融学会的会长，前央行的行长。文章虽然是说通货膨胀，但是揭露了很多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今天我们就从这篇文章展开一下，说一些大家都关心的话题。通货膨胀呢，现在已经很低了。最新的数据，2020年的10月份，咱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只有 0.5%。但是我们老百姓上街没有感觉到东西有多便宜啊，仍然感觉到压力很大。大部分人还没有实现菜市场的自由，也就是上街买个菜，我都得讨价还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说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改革开放40年以来啊，我认为可以分成2个阶段。这2个阶段人们的感觉是明显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就是2000年之前，稍微上点年纪的朋友可能都记得87年、88年全国的抢购风。我们家那时候也是买了彩电、冰箱，还是托人买的，把家底都掏空了。为什么要抢购呢？不买不行啊！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身边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是所有的东西，包括米面油、家用电器，一天一个价，所以大家都去抢。还有一次呢，是94年、95年，那2年的钱真是不值钱呐，老百姓也是从银行里把钱取出来买东西，什么都买。银行为了吸储，给出多高的利率啊？我记得我当年亲自存过1年期的定期利率 17.5%， 你如果存个3年期，甚至能达到 25% 的利息，很恐怖，对吧？那2年呢，老百姓普遍感觉到物价疯涨，但是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是能够支持的。我这里有一个表格，87年、88年，特别是1988年，通货膨胀高达 18.8%。1994年的通货膨胀达到 24.1%， 这是数据和人们的感觉比较吻合，而且呢，物价是大起大落。到了2000年之后呢，明显的感觉到通货膨胀率已经稳了，最高也没有超过 6%， 特别是近10年以来缓步走低，到现在 0.5%。 但是我们感觉到身边的东西怎么还是那个样子啊？我的生活压力没有降低，东西是越来越贵了吗？其实也不尽然。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我记得10年之前我在兰州，那个时候我买1斤鸡蛋是5块钱1斤。今天我又去买了一次鸡蛋，3块2毛8。鸡蛋肯定是没有涨价，米面油生活的必需品也确实没有涨价。当然也有一些，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去理个头发，10几年前理个头发，洗剪吹全套5块钱，现在呢都得大几十甚至100多。不过这不属于普遍的案例啊，而且呢它在通货膨胀里面，它在 CPI 里面的份额也不高。我们可以客观的说一下，毕竟我们现在去理发店，咱就不说装修了，跟你美发的是老师叫什么呢？托尼老师。10几年前我去美发店，去一个理发馆，哎，张师傅、李师傅啊，马姐来洗洗头发，剪一下，对吧？光这称呼你就卖不上价。总体来说呢，物价确实是这些年比较温和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生活的压力还是那么大，甚至更大呢？周小川的这篇文章就解释得很清楚了。为什么我看了2天呢？其实我是想用2、3句话把它说明白。我来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就能把周小川的这篇文章概括的比较形象了。比如说我有100块钱，我现在在 A 社会，这个社会房价是20，鸡蛋1块钱一个。很不幸 A 社会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鸡蛋从1块钱涨到4块钱了，通货膨胀率400%，很严重。我的钱呢，花了20块钱买房子，还有80块钱，鸡蛋从1块涨到4块，我就只能买20个鸡蛋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成本。我在 B 社会情况不一样， B 社会的房价是80，鸡蛋1块钱一个，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但是我的生活成本呢，100块钱买了房子之后就只剩下20块钱，我只能去买20个鸡蛋，1块钱一个嘛。现在问题来了， A 社会的通货膨胀率400%，
B 社会通货膨胀率是0，但是在这2个社会里边，我的生活成本一模一样，压力也是一模一样。你说这奇葩吗？周小川其实在这篇文章里边写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文章的核心就是指现在的一些经济指标，特别是通货膨胀指数 CPI， 已经不能够完全的表现人们的生活品质了，它已经失真了。失真的原因呢，就在于资产价格没有计入通货膨胀指数。周小川在文章里面说资产价格除了影响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还涉及到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众性消费问题，不纳入通胀考量已经不行了。但怎么纳入还需要研究。我们首先说一下这篇文章的意义吧。其实像这种说法呢，10几年前就已经有了，我记得好像是08年、09年就曾经接触过类似的文章，但是现在由周小川提出来，分量明显不一样。刚才我们所说的，咱们中国人对于通货膨胀的感觉最明显的变化就是2000年之后。其实更准确一点是在03年非典之后，那个时候房价开始涨起来。周小川是2002年开始担任的央行行长，一直干到2018年，70岁退休了吧。他的整个从政的经历掌控货币政策，正好是中国发生通胀这种改变的时间段。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房价过高是由周小川引起的，这肯定是谬论说不过去。但是像周小川这样的人站在如此高的位置，他肯定接触的信息更多，看得更远，而且呢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他在这篇文章里边的观点很有意义，而且呢对于高层的下一步思路一定有着指导作用我们先说一下，如果说把资产的价格纳入通胀会有什么样的好处众所周知，通货膨胀这是政府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说房价纳入了通胀指数，那中国这些年可以想象通货膨胀率肯定是居高不下的。面对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那么货币当局应该怎么办呢？肯定是要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把社会上的热钱收一收，钱少了，物价自然就降低，房价也就降低了。有朋友就说，那不挺好吗？为什么不早点把资产价格列入通胀？实际上不可行。资产价格列入通胀，就拿房价吧。房价对于其他的一些商品没有可计量性，一套房一个价格，它不像猪肉白菜都有一个价格指标如果说我今年买了一套房子100万，到了明年这个房子值多少钱，这就很麻烦。我除非把房子卖了，才能知道它的准确价值。我要是不卖，你怎么能知道这房子值多少钱呢？评估嘛，主观的因素太多了所以也做不了准，这很难的。特别是现在如果把资产价格列入通货膨胀就更不现实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泡沫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是从08年到现在逐步累积起来的。如果说房价列入通货膨胀，社会上的通货膨胀指数一高，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大量的泡沫会崩掉。其实现在就已经看出一部分效果了。今年疫情以来，世界各国都在放水，但是咱们的央行除了上半年放了一部分之外下半年基本上货币政策是趋紧的。这一趋紧不要紧，好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知道紫光集团、北大集团、华晨集团，包括永煤相继暴雷。这些暴雷首先本质上的因素肯定是这些企业这些集团内部有问题，而且问题大得很，这是本质的原因。但是外部也有诱发因素，这个诱发因素就是现在社会上的热钱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你想再融资难度比较高，再也不能借新债还旧债掩盖以前的泡沫了，所以一些问题就暴露出来这是当前把资产纳入通胀考虑比较难的地方。所以周小川也在文章中说，但是怎么纳入还需要研究。我估计在5到10年之内吧，应该实施的可能性不大。既然实施的可能性不大，那这篇文章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
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啊，这是高层人物，他们说出这样的观点呢，很明显代表了高层一部分的想法。即使说现在实施不了，但是毕竟已经看出来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国家这些年呢，大概有3、4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房住不炒，从来都没有放松过。这一下又多了一层理论依据往后在控制房价的方面呢，政府肯定也会手段会越来越强硬，不会轻易松口的。有朋友就说了，照你这么一说，房子就不会再涨了呗？我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啊，我也不这么认为。房地产市场今后会越来越趋向于它本身的价值。有一些房子呀，该涨还是会涨，因为我们买房子不仅仅买的是房子本身，更重要的是买的当地的区域未来的一些发展前景和当地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隐形福利，这才是房子真正的价值。有一些好房子啊，靠调控，我估计作用也是有限的。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20、30万一平的房子，30、50万一平的房子，甚至一个城市的均价都能高达10万以上？我认为是绝对有可能的，而且时间还不会太长，1、20年之内我们都有可能看到。但是对于大多数房子来讲，那就只能是看自身的条件了，前景也不会很乐观。一句话吧，有涨有跌，但是总体上涨得少，跌得多。也有很多粉丝朋友曾经问过我，大刘啊，现在这个钱我要是不买房子我怎么办？我记得曾经在评论里边回过一次啊，就当做今天这期节目的结束语吧。买房保值投资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如果说我有能力一步到位买，就买最好的，最好的房子才能保值。如果说我仅仅是为了资产保值我去买一个房子，那个不建议，不一定你能买到好房子。另外把自己套上了一个沉重的枷锁，严重的影响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会因此影响到你未来的发展。这就是开头我们讲的，为什么现在通货膨胀指数越来越低，我挣的钱也越来越多，但是生活的品质并没有明显的变好。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分析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再见。